现在还没有报税，不知道怎样报，怕报错。这部影片就会一步一步教大家怎样报税。嗨，大家好，我是黑莉。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我的频道是关于投资理财、理财规划，在我们人生之中不同阶段所需要知道的理财知识，当中包括了如何累积财富、保障财富、税收规划、遗产规划、做账的小知识等等。想要了解相关的内容，记得订阅我的频道，还有点击旁边的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我接下来的影片了。可能你也一样，总是拖到最后1分钟才报税，现在才开始紧张，害怕报多或者是报少，或者还在犹豫怎么报。如果大家有追踪我的频道之前上载的这部影片，预先规划好，充分利用了可扣税的个人减免，那么现在要做的就是统计起来，填入报税表格就可以了。这部影片会讲解如何注册报税号码，如何网上报税，包括打工一族和自雇人士的 Borang B 和 Borang BE， 还有不可错过的个人减免，让我们减低税收。因为接下来是一步一步教，所以会比较慢。想要加快速度，可以去影片的右上角选择你想要的速度。首先了解下你到底需不需要报税。如果是打工一族，只要公司每个月开始从你的薪水扣税 PCB potongan cukai bulanan， 那么你就要开始报税了。假如你的老板今年才从你的薪水开始扣税，那么你明年才需要报你今年的收入。只要1年薪水扣除公积金超过34000令吉，就必须注册索取 Nombor Rujukan Cukai。如果你已经有 Nombor Rujukan Cukai， 可以跳到这个时间，或者可以在留言区选择你想要的时间轴。想要检查自己到底有没有注册过，可以登录这网址，点击 Bayaran Melalui FPX， 填入身份证号码，然后按 Submit， 就会显示你的名字还有 Nombor Rujukan Cukai。通常老板会帮员工注册，如果没有或者是自雇人士，可以自己注册。登录这网址，点击 Daftar Individu Borang Pendaftaran Online， 填写个人资料，都是一些基本的资料，名字、地址。这里所填的地址将会影响你是属于哪个税务局的分行。然后下面就填公司的资料 Nombor Majikan， 可以在你的 EA Form 或者 Payslip 看到，如果没有空着也可以，然后按 Submit 就可以了。如果是有做生意的，就填公司的资料在这里。如果有员工要索取 Nombor Majikan， 就继续填这里才 Submit。如果不是马来西亚公民， Submit 了之后记得要上载护照副本。如果是做生意的，就要上载公司的注册资料，可以在这里选择 Muat Naik Document， 填入刚才的号码，然后根据指定的格式上载。如果觉得麻烦，可以使用 Maklum Balas， 不过我本身是建议用 email 最简单。在这里要告诉大家，你的 Nombor Rujukan Cukai 是不会更改的，只有前面的英文字母会不同。假如是打工，就是 SG 开始，假如过后自己做生意了， SG 就变成 OG， 后面的号码还是一样的。有了 Nombor Rujukan Cukai， 还要申请 Nombor PIN 才能登入系统报税。Nombor PIN 也是可以网上注册，登入 LHDN 网站 Maklum Balas Permohonan， 选择 Permohonan Nombor PIN， 点击下载 Borang CP55D 并填写好。接着点击 Seterusnya， 填写网络表格，也是一些基本的资料。刚才的 Nombor Rujukan Cukai 填这里，然后上载刚才的 Borang CP55D 和身份证副本。接着点击 Submit， 有了 e-filing PIN number 后，我们就可以登入 LHDN 官方网站，选择 Login Kali Pertama， 填入刚才的 Nombor PIN， 然后填入基本资料，还有设定密码，就可以登录了。讲了这么久，终于可以开始报税了。点击 e-Borang， 如果是打工的就填 Borang BE， 自雇人士就填 Borang B。 自雇人士是指自己做生意，不过公司不是 Sdn Bhd。 如果你的公司是 Sdn Bhd，
你还是属于员工，还是填 Borang BE。点击后就会跳入这个页面。假如马来文不是很好，就点击这里转换成英文。检查个人资料 Record Keeping 就是确保有保留收据证明，以方便税收局审查。结了婚的可以选择和配偶一起报税，或者分开报税。如果各自都有收入，建议是选择分开报，这样就个别都有的扣个人减免。因为刚才选的是 Borang B， 接下来就填上做生意的资料。如果你不是自雇人士，可以跳到这个时间。当然，如果想要了解下，也可以继续观看。这个就是今年生意的亏损额。生意的亏损是可以带到下一年的。如果公司没有亏损，就直接跳过这个。如果亏损，就填在这里。然后如果有其他收入来抵消这亏损，就填这里。而这里就是之前年所带下来的亏损额，有的话就填上。这个就填上拿来抵消之前年的亏损的今年盈利。所有的盈利都先抵消之前年份的亏损，因为生意上的亏损只可以拿来抵消最多7年的盈利。这里就填 Capital Allowance 的数额。Capital Allowance 就是公司的资产减免，可扣税的资产折旧。如果不明白，就代表你的公司没有，暂时不需要理会。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关于 Capital Allowance，就在留言告诉我。如果多人要求，就会另外做一部影片讲解这话题。然后就填上公司的资料还有账目，拿出自己的账目，跟着填下去就可以了。如果之前有追踪我这部影片，有了记账的 template， 就可以开始填了。全部都可以直接填号码，不需要加或减，只需要填主要的生意就可以了。填上收入、营业成本、其他收入、公司的费用，没有在这里列明的费用就放在 other expenses， 而这个 non-allowable expenses 就是一些不可扣税的费用，比如不是生意上用途的，属于私人的费用。所以 net profit 加上不可扣税的费用才是征税的收入。这里是 incentive claim， 假如没有就不需要理会。这里填上生意征税收入，所有生意的收入都加上，有几门生意就填在这里。而这里就是填上刚才所讲的之前年所带下来的生意亏损。接下来的，无论你填的是 Borang B 还是 Borang BE， 都差不多一样。接下来就是填上打工的收入，如果一年里面有几份工，所有的都要加起来。薪金可以从 EA Form 这里直接抄过来就可以了。在这个年代，很多人都有租金收入，而租金收入是可以扣除一些允许的费用的，其中包括贷款的年利息、门牌税、地税、火险、维修费用等等，才来报税的。这里有2项是要注意的。第一，如果你的房地产是出租给租户作为商业用途，那么这里有个好消息，因为在政府的经济振兴配套 3.0 底下，只要你的房地产是出租给符合资格的中小型企业，并且有在2020年4月至2020年9月30日期间给予至少 30% 的租金减免，你就可以享有同样数额的税务减免。想要了解更多，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我会把详细资料发给你。第二，政府为了鼓励马来西亚公民能够以更合理的价格将他们的住宅房地产出租给真正有需要的人，政府提供额外的奖励给这些物主。只要房地产属于住宅用途，物主和租客之间必须要有合法的租约合同，还有每月租金少于2000令吉，租金收入都可以获得 50% 的免税。这项税务豁免只在2018、2019和2020课税年有效。而这个是其他征税的收入，想要知道详情可以点击这里 Explanatory Notes 的 B8， 这个就是税收优惠的核准投资，也可以在 Explanatory Notes 的 B10 了解详情。而这个只有 Borang B 才有的，如果今年的是生意亏损，可以填在这里和其他收入扣除。这个就是可扣税的捐款，只有指定的捐款才可以扣税，点击这里填写。Monthly Tax Deduction 就是 PCB， 通常系统会自动显示出来，或者也可以在 EA Form 这里看到。而这个 CP500 就是自雇人士预先所缴的所得税。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有什么费用是可以扣税的。假如大家有看我之前的这部影片，
就已经讲解了主要的个人减免，还没看的朋友看完这个视频可以点击去看看。所以在这里我就简略带过。每个人都有固定可扣税 Personal Relief 9000令吉，父母的医药费包括了特殊需要、护理费用和指定的牙医费用，可扣税高达5000令吉。如果没有医药费，我们也可以选择父母津贴，各1500令吉。要注意的是，父母必须60岁以上，而且年收入各少过24000令吉。而且假如其他兄弟姐妹也要扣除这津贴的话，1500令吉是要平均划分的。这个就是残疾人士可获得的减免。纳税人的个人进修费可扣税高达7000令吉，本身配偶或子女体检可扣税高达500令吉。若有严重疾病医疗费，总共加起来可扣税高达6000令吉。优质生活可扣税高达2500令吉，扣税组别包括读物报纸、购买电脑、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上网配套、运动用品以及健身会员的费用。额外的优质生活特别减免高达2500令吉，只限于6月1日2020年到12月31日2020年购买电脑、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婴儿哺乳器材只有已婚的女士才会出现这个，婴儿必须2岁以下，可扣税1000令吉，2年一次。可是假如夫妻选择一起报税的话，只有在妻子是主要纳税人的时候才可以扣此项目。6岁以下孩子报读学前教育，可扣税高达3000令吉。就算有多过一个孩子，父母只有其中一方可以扣此项目。也就是说，假如有2个孩子，一人给一个孩子的费用，只有其中一方可以享有高达3000令吉的减免。假如离婚了就不同，2个孩子，一人1个孩子的费用，双方各自可扣税高达3000令吉。详情可以看看这里。所以如果双方都有报税的话，建议在收入比较高的扣此项目。为子女存入国民教育储蓄基金 SSBN 的净额，全年从1月到12月的存款扣除提款。存入 SSBN 的同时，不但可以赚取 dividend， 而且可享有扣税高达8000令吉。这里是儿女减免，左边的就是只有父母其中一方扣税，就可享有 100%。如果是双方都扣，就只是可以各 50%， 填在右边。这里就选择你是不是拿政府 pension 的，如果不是，就选择第二个。人寿保险费可扣税高达3000令吉，公积金可扣税高达4000令吉，私人退休计划 Private Retirement Scheme PRS 可扣税高达3000令吉。如果不知道什么是 PRS， 可以看回之前这个视频。教育及医药保险可扣税高达3000令吉。宿舍涉险减免，雇员缴纳的部分可减免高达250令吉，在 EF Form 可以找到。国内旅游特别减免1000令吉，包括住宿费和入门票，条件是必须在2020年3月到2021年12月之间的旅费。接下来就可以看到到底是多缴还是少缴所得税了。如果是多缴，税务局会根据之前填的银行资料汇款给我们。如果是少交了，提交了 e-filing 后，就要去补上不足的所得税，可以去之前所提到的网址付款就可以了。要记得以上可扣税的项目都要保存相关收据，那如果税收局要抽查时也比较方便。好了，报税的步骤一一讲完了。如果觉得内容有帮助，记得按赞并分享给朋友们。我的频道还有其他关于理财规划的视频，还没订阅的朋友赶紧点击订阅吧。我们下次再见，拜拜。